在上期节目里啊，我们做了一个小型的盾构机，把地狱里的交通给打通了，一直通向了末地要塞。然后呢，我们在末地那边做了一个刷沙机，刷过来的沙呢，现在在主世界的出生点这里啊，这个沙的柱子非常的刚猛，直接顶到天上去了，一柱擎天。现在还没有做收集的部分，做了收集的部分之后呢，我们这些沙呀就可以很好的收集起来，然后想把它烧成玻璃，或者呢合成 TNT， 都是非常不错的材料。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呢，我们先来看一下本期节目上任的新舰长，来给大家打声招呼。好，很有精神。这后面还有一个属于它的高达模型，很酷吧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们的夸克生存系列。那么这个存档呢，也是过去了好久没有更新了。最近有很多小朋友又在问夸克什么时候更新。那么我们今天就接着来发展我们这个存档。在前2天直播啊，我们也是做了一些事情，大家应该可以知道我今天这一期节目想要做什么内容。我这里呢可以先放一下我们昨天直播所做的一些东西。我们做了一个小黑塔，好像这个夸克可以直接把梯子这样放。哎，看到没？放下去了。哦，秘密牌，铁针应该问题不大，对不对？铁针问题不大。我身上有铁针有了。起什么名字啊？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啊？起什么名字啊？又黑山大叔，你们就这么喜欢黑那个黑山大叔？检验人品。哎，来，我们刷了很多的末影珍珠，我们可以回到家里面来看一下，在我们的房子里呢。这里有大概整一大箱子的末影珍珠。末影珍珠我们刷出来有什么用呢？并不是说用来传送的，而是说它丢在地上，砸在地上会有一定几率出末影满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查夸克的官方 wiki。这个末影满呢，如果它接触到了有紫珀块，我们种了紫宋果，也是今天刚刚才种的。现在收这个紫宋果呢也是很方便，直接用弓箭可以把它给射下来。这好像是 1.14 新增的一个特性，但是东西掉到上面去了。如果末影满的附近它有紫珀块的话，它就会有一定几率钻到这个紫珀块里面，就会变成潜影贝。潜影贝呢，大家也知道，XK以前做过一个节目啊，就是利用潜影贝来做维和平。那么我们夸克现在啊，可以批量的生产潜影贝了。那么为何我们不在我们的存档里面做一个潜影贝的维和平呢？我们到那头去看一下，那边有什么呢？我今天刚刚做了一个小的平台，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平台。为什么要在这里呢？我们打开 BBOR 可以看到这个红线这个地方就表示我们的出生点的区块。出生点区块外面2圈，我们打开 F3+G 就可以看到这个原版能够看到的这区块。从这个红线往外面数，就是第1圈，然后第2圈，这2圈呢都是按我们以前的说法就叫做弱加载区块，但是后来就不叫弱加载区块，这个后来叫什么我也不大清楚。但是第3圈呢，我们只要把怪放在第3圈，那就不会被计入到怪物的上限。但是在第2圈弱加载区块，我们只要把怪给它囤积在这个地方，它就会占用刷怪上限。潜影贝呢，这个生物啊，这个怪物它比较特别，它永远都不会消失，就算你把它切成和平模式，它也不会消失，这就很奇怪。如何关闭伪和平呢？我们只用把这些潜影贝啊，让他们坐上矿车，然后这里全都铺上铁轨，我们只用把铁轨一激活，它就跑到隔壁的这个区块了。那么此时呢，系统就不会检测到这些潜影贝，那么呢，伪和平自然它就失效了。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打算做的这些事情，看似很简单啊，实际上呢，我们得检验我们的人品，丢末影珍珠，要一共丢出70个。首先我们第一步啊，要在这里放铁轨。放铁轨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先把这一头延长，然后再放，像这样。动力铁轨、普通铁轨、动力铁轨像这样放，然后多的把它打掉。当然是因为我这个方向啊，我现在
这个方向是南北朝向，所以放的时候会有点不方便。如果东西朝向的话，好像是可以直接放的，对，这样就会方便很多。那么两边的动力铁轨呢，就是用来放牵引背的，让它坐上矿车，在这个地方。后面呢，再放上方块，上面再搭上红石。我们用拉杆控制这里是否充能，只要它一充能，它就会走到隔壁的这个区块。这个用原石标记的地方就是第3圈区块，那么它就出去了这个两边的弱加载区块，就可以实现伪和平的失效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呢，我就先自己搭一下，搭完了，然后再给大家讲下一步。好，我现在呢已经把这个做完了，并且上面盖上了玻璃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里面已经有2个牵引背在里面了，它们并且坐在矿车上面。我们来讲一下这个装置我们要怎么使用。首先这里有6个子波块，这6个子波块呢，我们需要站在这个中间丢末影珍珠。子波块上面为什么要放栅栏？这上面这个栅栏呢，你如果放其他的方块，你无论半砖或者不完整的方块，什么玻璃都是不行的。它如果潜入到了子波块里面，变成了一个牵引背，它如果检测到上面有半砖或者不完整方块、玻璃什么的，它都会瞬移到别的地方。而这个呢，这个栅栏就不会。我们在这里丢珍珠，生成了末影满之后，我们直接蹦，像这样蹦上来，它是不会跟着我们走的。因为它的寻路这个机制它会检测到这个方块上面有东西，它就不会往上面跳。铁轨呢也会阻挡它的寻路，它就不会跟着我们走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只用在这里看我们的脸了，不停的丢珍珠。如果丢出来之后变成了牵引背，我们就直接从这个铁轨这里推把它推进来，它就可以上车。它如果潜入到这4个里面，那我们就推中间的；如果它潜入到最左边和最右边，那我们就推2侧就可以了。那我就第3个就出来了，赶紧走！我们要尽量远离它，如果离它太近，它会一直试图想攻击我们。好像在这个状态的话，它就不会变成牵引背，到最后就消失了。我们只用站在这个外面稍微等一下。好，我们看到它已经变了已经变了。我们赶紧推一个，我没有矿车，去做一个，赶紧去做一个。这下面呢是比上面矮1格，所以那边2个牵引背它是根本看不到我们的，所以不会对我们造成攻击。一定不能让它攻击，如果它攻击，它有可能会队友互伤，它就里面把外面这个打到，然后他们2个就开始互殴，然后就全都殴死了，这样就很不划算。好，我们赶紧推一下。推的时候呢，我们也要到旁边避让一下，不然他们会攻击。他们只要锁定目标，他们走下去也会在下面攻击的，在下面攻击也容易打到他们队友，否则你这些就全都白推了。好，我们再推第4个，这是一个很耗时间的工作。好，这个铁轨呢，我们就这样把它弄一下，就 OK 了。这个地方有个缺口，就把它补上，然后我们再继续丢，一直丢到70个，这个伪和平呢就可以开始正常工作了。现在呢，我们伪和平应该是弄好了，我也是刚刚做完，然后到外面来逛了一圈，看到确实好像是没有什么怪了。由于我也是不太放心，所以出来看一下。好，我们最后再来检查一遍，到这边这块地还比较大的，已经是看不到什么怪了这里怎么有一个怪？我们过去看一下，为什么这里会刷一个怪？有一个，这边好像是已经没有什么怪了，就刚刚那个地方不知道为什么会出来一个怪。现在这里已经有70个了，最后呢就只剩这个开关还没有弄完。这个开关只用把这个线全都给接好，跟对面一样的接。线不够长，我们就用重机器把它给延长一下。我们只用拉下这个拉杆，然后激活左半边的铁轨，它们就会全都跑到右边去。我这里的线也没有牵完，我们先看一下看这一边牵了线的这些牵引背，它们是不是可以过去？好，你看到它们已经都过来了。这种方法还是很方便的，只用在拉杆后面给它插一个红石火板形成一个飞门，那么这后面的信号就会断掉。好，我们再让它归位。
各位，我们能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啊？到底是什么原因？为什么外面还会刷怪？好的，应该没有问题了。我现在在隔壁的一块岛上面，这个岛还是挺大的，已经看不到半个怪了。那说明我们伪和平现在应该是没有问题了。之前有几个怪可能只是纯属意外吧，可能是之前刷的，然后没有消失掉。好，那我们最后再来检查一遍，我们去把那个伪和平把它给关掉。其实这个伪和平也不一定要把它全部关掉啊。我们现在这个线也就只拉了这么长，我没有把它做完是因为我现在红石不够了。我们再赶紧，现在天要亮了。好，我们再回去啊，回到我们那边岛上，看现在刷怪的情况怎么样。现在这个版本没有装 copy 的，那就不能加速，时间不能加速。如果想等到下一个晚上，那就很麻烦。这里有一个怪，这到底是之前那个怪还是后来刷的呢？哎，有小黑，刚刚没有小黑。应该不用检测了吧？这个伪和平现在已经是失效了，小黑都已经出来了。之前是没有看到任何的怪的。行吧，那么本期节目也是弄了好久了，我们来发个表情 ，yes。昨天看过直播的也应该知道，直播的时候我在那丢末影珍珠也是丢了有1个多小时，然后今天又弄了2个多小时，最后算是把这个伪和平夸克的这种伪和平算是完工了吧。我们来看看统计信息。统计信息里面，我们丢了末影珍珠有多少个了？一共丢了有1360多个。好了，那么本期节目差不多就是这样。如果大家喜欢这个系列的话，记得给我的视频投币点赞。如果这一期的视频点赞数超过了4000，那我就会继续更新下一期节目。如果到了5000，那我就当天直接更新下一期节目，就绝不拖沓。最后也是感谢大家能够支持吧。好的，本期节目就这么多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